大家好，我是龚一敏，又见面了。最近我在做一个开源的物体扫描系统，已经有一些结果。这里打算用一个系列记录一下思考和推演的过程，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启发。在以前的星际迷航技术解析系列视频里，我提到过全息甲板，里面的全息内容常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语言描述。Computer, make this a metal table. Yeah. 二是拍照，其中拍照的设备就是全息成像器。Voyager 里的全息医生就是个全息摄影的爱好者，出任务的时候经常背着。这东西只要拍一下，就能重建出一个物体的全息模型。至于它是怎么工作的，剧中并没有提及，反正是24世纪的技术。那如果要用现实的技术做一个尽量像它的东西，该怎么办呢？首先明确一下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从有限的几张照片或者一小段视频里重建质量过得去的物体几何。有了几何，要在各种设备上显示并不难。注意，我们专注于其中的物体，不是整个场景。这个重建要快，得能在中高端机器上花费较短时间完成，不依赖于云。画成流程图就是这么个结构，输入是照片，视频也可以分解成一些照片，所以这里先只提照片。输出是 Mesh， 中间是要做的系统。当然，我们没必要什么都从头做，如果有现成的代码，有训练好的模型 ，license 又允许，就直接拿来用。等到流水线串起来了 ，work 了，再来考虑是否需要替换，如何替换。那就首先来调研一下都有什么选择。第一条路线是 Structure from Motion 的方法，它可以把几张照片注册在一起，得到相机姿态和物体点云，接着可以从点云和照片重建出 Mesh。这个方法很成熟，多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已经用到很多产品中。但是缺点在于，只有照片里可见的表面会得到重建，没拍到的地方就可能会有洞。光照条件和物体表面材质也有一定的要求，这些都会造成物体不完整的情况。第二条路线是基于学习的 AI 方法，通过单张图片就能生成出完整的 Mesh， 但是图片之外的表面靠的是神经网络去猜测，并不可控，质量也没那么有保证，往往只有用来演示的那几张图效果好，其他都没法看。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基本只停留在研究领域。至于这几年火热的 NeRF 和 Gaussian Splatting， 它们的数据表达方式没问题，值得借鉴，但整条流水线就彻头彻尾是学术圈自嗨而已，连讨论的价值都没有。现在我们来反着填充这个流水线，既然我们要的是完整的 Mesh， 那么最后只能用 AI 来重建。那就先来调研 AI 类的方法，现在 Diffusion 很流行，不过几乎都是从文字生成图片的，但凡提到图片生成 Mesh， 总有人告诉你 0, 1, 2, 3。 没错，它确实能做，但运行需要大量显存，而且特别慢，不符合需求，不予考虑。有个叫 Triple SR 的方法，号称 Triple AI 和 Stability AI 强强联手。然而你这个重建的是个啥？鼻子都脱离了，还是个平板。接着搜到一个方法，来自于 Adobe 的 LIM， 它有个开源的实现叫 OpenLIM。试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畸形怪有没有？和我预期的一样，只依靠单张图片，其他角度全靠猜，质量能好到哪去？绝对是个错误的路线，不存在实用价值。接着又顺藤摸瓜，搜到腾讯的 Instant Mesh。特别要注意，朋友们，千万不要按照这里的说明来安装，会有重大的安全问题。之后讲到这部分的时候我会细说，反正先不要随便做实验就是了。大体上 Instant Mesh 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来自于0, 1, 2, 3 Plus， 把单张图片用 Diffusion 生成多个角度的图片。0, 1, 2, 3是从单张图片生成任意角度的图片。0, 1, 2, 3 Plus 是生成固定的6个角度，开销小很多。第二步来自于 Instant 3D， 把 LIM 的框架改成能接受多角度图片输入，质量就高得多了。最后用 Marching Cubes 的变体，来自 NVIDIA 的 Flexi Cubes 来抽取表面，产生带纹理的 Mesh。这样的话，能不能拆开，把多角度的照片直接输入给后一步？做一下实验，不用照片，就拿个模型，对，就卡皮巴拉了。
从6个角度渲染一下，作为输入给 AI 生成 mesh。这些视线角度和视角宽度都是 0, 1, 2, 3 Plus 规定的，得在渲染器里设置完全一样的参数，得到结果还不错，能比较好的重建出 mesh 的形状，但是纹理质量差点。作为对比，我们也从正面炫一张，给 Instant Mesh 去生成 mesh。可以看到图片里没有的角度 ，diffusion 会有一定的畸变，看起来更像是狗而不是水豚，因为训练集里可能有狗没有水豚。如果用 OpenLLM 这种只有单张图片输入的，结果简直悲剧。好，我们现在的进展是从6个特定角度的图片能通过 AI 生成 mesh。实验用的图片来自于渲染 mesh，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 mesh， 又不可能限定用户拍照的时候必须用特定角度。要把任意角度的图片转成特定角度 0, 1, 2, 3可以做到，但前面说过开销太大不予考虑。如果从照片生成一个 mesh， 哪怕不完整，也应该够用来渲染6个角度。这时候 SFM 就可以发挥长处了。先来调研一下 SFM 有什么现成的组件可用。原先打算用 OpenCV， 毕竟它有提供了很多视觉方面的算法，但这就需要从头搭一个 SFM。搜索的时候发现有人提到 OpenMVG， 就是专门做 SFM 的，就先试试这个。这个库比较零散，连教程都比较零散，以至于即便拿到手了，看着10几个 EXE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紧接着又找到了 OpenMVS， 专门用 Multi-View Stereo 重建 mesh 的，里面包含了一个脚本，能把 OpenMVG 和 OpenMVS 串起来，做从输入图片到输出 mesh 一整条 pipeline。那就先用这个来测试了，用手机拍一些照片，让脚本处理。结果一开始就告诉我无法识别相机，不在它的数据库里。于是了解了一下如何往 OpenMVG 的数据库里加信息，其实只要相机型号和 CMOS 的宽度就够了，很简单。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接着异常顺利，10分钟左右就能得到场景模型。虽然有些质量不好的地方，有时候会有些破洞，但这是预期内的。金属的可乐罐反光强烈，以至于有些地方从不同角度看颜色挺不一样了，算法没法把它们对起来。所以说我一上来就选了一个 worst case， 但反正没关系，不完整的 mesh 也够了。当然我也试过著名的 Core Map， 但它的速度慢的出奇，重建质量也很一般，不如 OpenMVG 和 OpenMVS 的组合。这下整条流水线多多少少可以接起来了，大体框架就是这样。注意这不是就定死了，随着开发的过程，这个框架还会根据需要添加细节和灵活调整，不要把设计固定了再实现。不要用瀑布法，不要用瀑布法，不要用瀑布法，非常重要。下期开始实现这个系统，会有每个步骤的细节，欢迎继续收看，再见。